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，我是老田。现在天气渐渐冷了，我们这个区域离霜冻日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我打算在我露天的菜地里边再种一批蔬菜下去，主要是以种子直播为主。等一下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，这个时候还能种哪些菜，还能直播哪些种子。因为我们这批菜主要是想种在露天的大地里面，而我们大地里边的土壤都不怎么好，所以直播种子的话，出苗率肯定是特别的低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讲一讲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能提高种子的出苗率。因为我们肯定不想在种下种子之后，因为发苗率过低或者是不出苗，白忙活一场，这样的话就太打击种菜的信心了。大家跟我一起试一试我这种方法，看看是不是利用了这种方法之后，种子的出苗率能有一个显著的提高，最后能在入冬前有一个很不错的收获，在天气冷的时候也能享受到自己种植的有机蔬菜。这些就是我打算播种的菜了。这个是青江菜，是比较矮的那种苏州青。这个是芝麻菜，吃起来有一股芝麻的味道。这个是混合的沙拉生菜，里边有各种各样不同品种的生菜。这一包是主要用来吃叶子的这种叶用芥菜。这个是小白菜，这是奶油白菜。这个是很耐寒的品种的菠菜，还有这种20几天就可以收获的水萝卜。这种水萝卜我们可以种2到3批。这种甜菜根我也打算种一些。这个是自己留的香菜种子，后边还可以种好几批。然后我这还有这种一大包的比较耐寒的豌豆，我们种下去主要是吃豌豆苗。我们还会种一些大蒜，这个时候种大蒜主要是用来吃青蒜苗的。想要种越冬的大蒜，现在还有点早，一般要等到霜冻日过后。最后我们还会再移栽一些小葱到大地里面去。这个是我们很早就撒下葱种子种的葱苗，现在大约有2个月多了。别看现在葱叶子有点发黄，种下去之后应该很快就能长好。刚刚介绍的这些菜都是比较耐寒的，收获期从20几天到50几天不等。另外我还准备了无纺布和铁丝支架，在天气特别冷之后，可以搭起小暖棚来给这些菜苗保暖。这样的话，这一批菜就可以收获很长时间。接下来大家就跟我一起去播种吧。这块地是我预留下来的，用来直播青菜种子的地方。我每一个垄上面有2条滴灌带，直播种子的话，我会在每条滴灌带的旁边各挖1条沟。这样的话，把种子播种在滴灌带的2边，有利于更好的发芽生长。最后每个垄上就会有4排的蔬菜。看看前一阵子移栽的莴笋和油麦菜已经长得相当不错了，茼蒿和大白菜也都长起来了，娃娃菜、芥菜和生菜也都长得非常的喜人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搂沟施底肥，然后准备播种。这个就是搂好的4条沟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个土地是属于山地，土质并不是非常的好，上面有很多的石块。理想的情况下，我需要在这个土地上均匀地铺上一层堆肥土，这样不管对直播种子还是移栽菜苗都是很有好处的，能够保湿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，还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草的生长。我一般春天播种的时候都会选择这样做。今年秋天是因为没买到合适的大批量的堆肥土，所以就先不用了。我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更经济实惠的办法。明年春天的时候，我们再使用覆盖堆肥土的方式。好，现在3条垄上面的沟我都挖完了，一共挖了16条沟。我们现在来施底肥。因为这次播种主要是以绿叶青菜为主，所以我还是施这种氮含量比较高的有机鸡粪肥。
底肥我们这就施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是不能直接种种子的。一是我们的沟挖得比较深，像是生菜类、芝麻菜这些，播种种子的深度一般以0.25英寸为宜。像萝卜和甜菜根这些，一般以0.5英寸最为合适。而我现在沟的深度显然是太深了。第二个因素是，一般播种种子的话，不会把种子直接撒在肥上，因为种子发芽的时候，如果碰到这些肥，很有可能被肥给烧掉。还有就是这种露天的大地，土质确实是不怎么好，如果直接在里面种种子的话，很影响出苗率。所以我们就需要先做好准备，然后再开始播种。这个是我提前泡好的泥炭台 Peat Moss。这是一袋优质的堆肥土。我们需要把这两种物质混合起来。这个就是提高种子发芽率的关键了。我们需要非常松软的土壤，保水保湿，这样的话才能提高种子的发芽率。我把土壤盛到小推车上去。行了，我们装了满满的一推车，我这就把它推到地里面去。我们把堆肥土均匀地撒到沟里。这个就是我们沟里边铺好土之后的样子了。我们这块地大概是需要2车这样的土。现在就可以重新搂浅浅的沟，然后来播种了。现在就可以开始播撒种子了。我先种下小白菜，然后是奶油白菜，接着是青江菜，然后是芝麻菜，接着是沙拉生菜。这个种子混合了各种各样不同品种的生菜。接着我们薄薄的给盖上一层土。土一定要薄薄的盖上，太深了很难出苗。特别是对于生菜类的，绝对不能超过0.25英寸。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式，把香菜、甜菜根、水萝卜、芥菜还有菠菜种在另外一条垄上。剩下的菜因为土不够了，我明天再种。甜菜根大概是间隔2英寸种一粒种子，水萝卜既可以均匀的散播，也可以每隔1英寸种一颗种子。芥菜和菠菜就均匀的散播就可以了。我的菠菜种子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属于比较陈旧的种子，所以出苗率特别的低。我多撒一些种子。香菜其实每颗种子是有2粒种子的。我们可以把它用厨房纸包起来，然后用擀面杖把它压开，之后再泡一下水，这样发芽率会高一些。或者也可以整颗种子直接泡水，泡几个小时，提高出芽率。我这次比较匆忙，就直接播种了。直接播种发芽会慢一些，但是一般问题也不大。今天我就不浇定植水了，因为晚上和明后天都会下雨。这就是下雨前播种种子的一个好处，可以省去一部分时间，同时种子的出芽率也能够提高。我们散播种下耐寒的豌豆，豆子之间的距离大概是1英寸左右。种的再密一些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豌豆尖儿和豌豆苗。接着我们再种一点普通的豌豆，主要是用来掐豌豆尖儿吃的，间隔大概是2英寸左右。这种豌豆比刚才的 Winter Pea 耐寒能力要稍微差一些，但是它的肉质会更厚一些。我们给埋上大概0.5英寸厚的土。
这种豌豆类发芽能力比较强，所以盖上土之后可以轻轻地压一下土，豌豆这样就种好了。这是包好的大蒜瓣，我们把大蒜种下去。我们在准备大蒜种子的时候，要选择这种比较饱满的大蒜，然后直接给它一半一半这样剥下来。掰下来的蒜瓣不能带着后边的这个硬根儿，如果这个蒜瓣带着这个硬根儿的话，需要把它掰下来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最后去掉的蒜根儿。种大蒜瓣的时候，就这样一半一半的直接种就可以了，并不需要把蒜皮剥下来。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根部朝下，然后把它轻轻地按到土壤里面。蒜瓣和蒜瓣之间的间隔大概是3英寸左右。因为我主要是吃蒜苗，所以种的再密一些，2英寸左右也是可以的。种好后，我们把表面轻轻地盖上一层土就好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种的是越冬的大蒜，那么需要种的稍微深一些，把上面盖上1英寸的土，这样能防止冬天的时候被冻坏。因为我这一批主要是用来吃青蒜苗的，所以种浅一些也是没问题的。还剩下一点地方，我再移栽一些小葱过来。这是刚刚挖的葱苗，我们挑大的移栽一些。我间隔大概4英寸种一颗葱，葱需要把它种得稍微深一些，尽量把葱白的部分给它盖住。我是先这样给它摆好，然后再给它埋起来就行了。种的稍稍有点密，因为是想在冬天的时候陆续拔下来吃的，并不指望它长成特别粗大的大葱，所以这样的距离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春天的时候移栽，想要收大葱的话，距离可以宽松一点，大概是6英寸左右。最后我们把土给埋上就可以了，这样就种好了。现在的土比较湿润，所以稍微浇一些水就行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批的耐寒蔬菜的种植过程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